진짜 무서워요. 아니 진짜 무서워. 아, 나 여기 왜 이렇게 무섭지? 刚落地上海，马克就对着镜头一顿抱怨，表示他已经在传送带等了1个多小时，却迟迟没有看到自己的行李，这也让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。I'm fucking over it. I'm absolutely over it so. 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在中国大陆街头几乎看不到外国人了？别说游客，连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少。反观台湾，外国游客却是络绎不绝，甚至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台湾长期居住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其实疫情之后，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早已大不如前，外资撤离，经济低迷，再加上各种政策的不确定性，让外国人越来越不愿意来，而台湾却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宝地。不仅旅游业复苏迅猛，就连长期居住和投资台湾的外国人也在增加。那么台湾到底凭什么能吸引这么多外国人？首先，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入境问题讲起。 꼬관도 꼬청非常多. 여기 진짜 무서워요. 아니 진짜 무서워. 아, 나 여기 왜 이렇게 무섭지? 약간 내가 죄를 짓지 않았는데 약간 죄를 지은 기분이랄까? 아, 여기 되게 공안들이 되게 많은데 공안들이 쳐다보는데 나 지금 너무 무서워. 아무튼 꼬관도 꼬청 非常多. 진짜 많아요. 台湾的过关非常简单嘛，1分钟2分钟就可以过关，然后不用签证。但是这里的话，哇，진짜超级复杂，需要签证，签证要168人民币。如果在韩国申请的话，1个月的旅游签证，10만 원 정도，韩币10万元左右。그래서还要去首尔中国大使馆，所以超级麻烦。한 번은 무슨 건강 검사 그런 거를 했고, 두 번째는签证을 했고, 세 번째는 보관들도 했고, 또 네 번째 또 무슨 카드를 입국 카드 같은 걸 썼고, 다섯 번째 무슨 또 지문 검사를 또 따로 했어요. 2个小时半정도。想要去一个地方旅行，第一步就是看签证好不好办。台湾对很多国家实行免签或落地签政策，像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的游客，基本上带着护照就能直接入境，想去就去，超级方便。反观中国大陆，外国人要想来，首先得申请签证，而且还得提供各种资料，比如财力证明、行程单、邀请函等，手续复杂不说，还要排队等上好几天，甚至更久。而且某些国家的游客就算拿到了签证，还会被各种额外审查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前段时间，一个德国的朋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他本来是想去中国旅行，结果光签证就搞了1个多星期，花了大把时间和金钱。到了入境口，还要填写各种表格，排大长队，等了快1个小时才通关。相比之下，他之前去台湾旅游，整个入境过程不到5分钟，效率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再来说说支付问题，中国大陆之前一直在推行在线支付。很早就进入了无现金社会，连买个烧饼都要扫码支付。但问题是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对于外国人来说简直是噩梦。一个澳大利亚博主在上海待了不到24小时就落荒而逃，原因之一就是支付太麻烦。他本来以为能直接刷信用卡，结果发现很多商店、餐馆甚至出租车都只收微信或支付宝。而要开通这些支付工具，他需要先有一个中国的银行账户，然后还得绑定手机号，各种验证环节复杂得让人崩溃。结果他只能到处找 ATM 取现金，但问题是，现在很多地方连现金都不收，搞得他寸步难行。相反，台湾的支付方式就人性化多了，信用卡、现金都能用，很多地方甚至还能刷 Apple Pay 或 Google Pay， 完全不会让外国人感到不方便。难怪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更喜欢来台湾旅游。很多外国人到中国大陆后，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不是食物，也不是天气，而是网络。 지금 구글도 안 돼요. 구글 맵, 카카오톡, 라인, 아무것도用不了。现在我要下载 APP， 那지금 돈이 없어，没有钱。是在中国自己所有的社交软件都被屏蔽了，就连谷歌翻译和谷歌地图都无法正常使用，所以他需要先办理一张中国的 SIM 卡，以便解决上网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联系机场的工作人员尽快要回自己的背包。一路上，马克发现街上几乎到处都是摄像头，他感觉自己正在被中国政府监视。由于谷歌地图无法使用，马克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办理 SIM 卡的地方，心态爆炸的他才想起来求助他人。而令马克没想到的是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移动营业厅，却发现这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关门了。看到这一幕，马克彻底崩溃。I'm fucking over it. I'm absolutely over it so. 因为大陆的网络封锁，
很多国外的软件根本不能用，谷歌不能用， YouTube 不能用， Facebook 不能用，甚至连谷歌地图都打不开。很多外国人刚到中国，还没来得及适应，就先被这堵网络墙折腾得晕头转向。就像那个德国朋友，他在上海的第一天，连找个餐厅都成了问题，因为他平时习惯用谷歌地图，结果在中国根本打不开。后来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酒店前台求助，前台告诉他要用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，可问题是这些 APP 他根本不会用，连基本的操作界面都看不懂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的网络环境对外国人就太友好了。你在台湾可以随时使用谷歌地图查找路线，想看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 完全没问题，甚至连很多咖啡厅、餐厅、捷运站都有免费 WiFi， 简直就是天堂级的体验。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经济，中国大陆的经济近年来持续下行，房地产市场低迷，大量企业倒闭，青年失业率飙升，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下降，许多跨国公司正在撤离，将生产线搬到东南亚或其他国家。此外，中国大陆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大问题。近年来，各种法规频繁变动，企业经营环境日益复杂，甚至一些外籍商人因为政策变化而被迫离开中国。外国人不仅要面对繁琐的签证和居留手续，还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限制，让人没有安全感。相较之下，台湾的法治环境更加稳定，外籍人士的工作和投资更具可预测性。台湾政府对于外资持开放态度，不会像大陆那样随时出台新政策，让人措手不及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更愿意在台湾长期定居和发展事业。语言也是一大关键。虽然中国大陆的国际城市如上海、北京确实有不少会讲英文的人，但一旦走出这些地方，沟通难度直线上升。那个澳洲博主在上海待了1天后，发现想找人问路都困难。他去便利店买东西，店员听不懂他的英文，他想打车，司机也完全不明白他要去哪里。最后，他只能比手画脚，用翻译软件勉强交流。出来后，马克拦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前往酒店，司机大哥不懂英文，但马克还是习惯性的用英文沟通。好在司机师傅通过手机看懂了酒店位置，这才准确无误的将他送到了终点。马克想要到711便利店买点东西，可逛了一圈都没有看到，于是他只好找到一些路人，试图用英文和他们交流，可大部分人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，并且由于发音的问题，还差点产生了一点误会。Yeah. Do you know where 7-Eleven is? 听不懂。I'm looking for convenience store. 你在骂人吗？没有，我在问一些事情。几番询问无果后，马克有些失望，他不敢相信上海作为中国的大城市，英文普及率居然这么低，让他感觉有点格格不入。I feel so weird here in China. I feel so weird. I feel so out of place. 而台湾的英语普及度要高很多，特别是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这些城市，大部分年轻人都会简单的英文，机场、捷运站、餐厅等地方的标识也基本都有英文版，外国人完全不会有障碍。最后，我们来说说一个最接地气的问题：厕所。很多大陆城市的公厕可是噩梦般的体验。我去一下洗手间啊。대박. 저 서도 상면 없어. 문이 없어. 매우 먼.好尴尬耶，진짜尴尬。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后，最无法接受的就是公厕环境。尽管大陆近年来大力推行厕所改革，但很多地方的公厕仍然是又脏又臭，而且很多公厕居然没有厕纸，甚至部分地方的厕所连门都没有。之前就有外国游客拍视频吐槽，他在地铁站上厕所，结果发现厕所门上留着一个大洞，完全没有隐私可言。而且很多公厕冲水系统不好，进去就是一股恶臭，让他瞬间崩溃。而台湾的公厕环境就要干净整洁得多，捷运、公园、商场里的厕所基本都有免费的厕纸，甚至有些地方还提供免洗洗手液，整体体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今天去中国1日游的心得，我觉得台湾是更适合
外国人旅行的国家吧，因为第一是不用签证，我去大陆的时候办签证的时间因为太久了，这点我觉得有一点复杂。그래서 조금 불편했어요. 두 번째는 화장실이 깨끗한 점이 진짜 좋아요. 타이완의 洗手间其实蛮干净，所以这点也很重要。 공항에서부터 화장실이 너무 깨끗해서 대만이 洗手间 진짜 깨끗해. 因为我是女生嘛，所以对女生来说洗手间其实非常重要的。还有那个 APP， 진짜我买新卡，然后买新卡也没有用 ，IG、YouTube、Line 都上不了，我浪费100块了。那个 Google Map 都不行。 다 안 돼， 所以不用下载其他 APP， 直接用 Google、Uber、Line 这些 APP。我觉得这点也台湾比较方便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为什么外国人更喜欢去台湾，而不愿意来中国大陆？第一点呢，就是签证方便，台湾免签多，落地签简单，而中国大陆签证难办，流程复杂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支付便利，台湾信用卡、现金都能用。 而中国大陆强制使用微信、支付宝，外国人根本没法支付。还有重要的是网络自由，台湾可以用谷歌、YouTube、Facebook， 而中国大陆全都被封锁。经济和政策环境稳定也很重要，大陆经济下行，外资撤离，而台湾更开放、稳定。然后就是语言沟通更顺畅，台湾英文普及率高，标识清晰，而大陆英文普及率低，沟通困难。 最后一点，虽然是很小的细节，但足以让游客产生最初的第一印象，那就是厕所的干净程度。台湾的公共厕所干净卫生，而中国大陆的很多公厕环境让外国人崩溃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去台湾，而不是中国大陆。如果大陆真的想吸引外国游客，或许应该好好向台湾学习一下。